遇到烦人的亲戚，你需要理解他、共情他，然后在他伤口上撒盐。欢迎来到可可脂分析室，我是咸鱼黄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魔幻时刻？年夜饭时，刚夹起一块肉，阿姨就问：工资有没有涨啊？女朋友有没有找啊？你穿的个性的服装呢？二叔痛经疾首地说：这像什么样子？你旅游发朋友圈，大舅妈连夜打电话给你吗？天天出去玩，难怪没出息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为你好的炮弹轰炸你之后，他们就转身跟没事人一样搓麻将，想怼回去，爸妈就警告说：都是亲戚，别让人下不来台。似乎你也察觉到了，这些亲戚不是在关心你，而是在干什么呢？你以为亲戚们只是嘴贱吗？真相是，他们早在家里面打了10几年段位赛。仔细观察这些亲戚的家庭，对伴侣，他们使用冷战、翻旧账、道德绑架，这些都是顶级的操控技能啊。对孩子，学习成绩、工作、婚恋3重 KPI 考核呀，为的都是自己的在其他的战场上的面子而奋斗啊。你真的觉得你能玩得过他们吗？他们的人生有3个阶段：被原生家庭打压时，练就了察言观色的能力；婚姻中争夺话语权，开发了 PUA 的组合拳；通过控制晚辈，补偿了失控的人生。他们在自己的成长环境下训练了几十年的人生策略，时时刻刻都抱着战斗的警觉。你听说过3个世纪从越战离开的美军吗？他们都患有严重的 PTSD， 即使回到了正常生活，战场上的人生策略还在不断的上演，这也是推进了心理学的进步吧。那么再回到这些亲戚身上，想想好像也正常起来了，好像也能有那么一点理解了。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总被针对了吗？因为你被选中成为他的战斗对象了。在自家婚姻中练就的技能，必须要开辟新的战场。大姨的潜意识里突然冒出了一句：老公免疫了我的冷暴力，拿外孙女试试我的新话术，通过你的痛苦反应来测试技能效果。二舅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这招对孩子无效，试试公之侄子的自尊心吧。把对人生的失控感包装成为你好的包裹砸向你。三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：婆婆骂我乱花钱，不如骂你喝奶茶转移一下伤害。更扎心的是，如果你用冷漠回应，他们只会提高攻击力，因为没有达成战斗目的呀。在 1.0 的时代，直接说他成这样谁敢要。2.0 的版本假装关心，听说隔壁老王的儿子年薪都50万啦。3.0 终极版拉拢你爸妈，组建批判者联盟。但直接反击又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欲望，也提升了他们战斗等级。那要怎么办呢？首先在战场上，你要先识别谁是你的朋友，谁是你的敌人。所以首先要拉拢父母，拿起武器。当他阴阳怪气地说：哎呦，这么大了，怎么还不结婚呢？你回答：哎呀，可能是我爸妈太恩爱啦，我也想找到那么好的另一半，所以迟迟没有下手。当他骂你不懂事时，你回答：舅妈，我也知道你不容易，听说表姐又跟姐夫吵架了，要是我天天处理这些事，我可能比您还焦虑呢。所以记住这个公式，他对你的攻击就是在暴露他的伤口，也是为你的补刀在创造机会。当他觉得你叛逆时，你说表哥也让你心烦吧，或许有些观念该放下啦。当他觉得你工作差，你说环境就这样啦，您的退休金还够用吗？还够养活表姐吗？要我帮您打市长热线吗？所以记住，最强的攻击不是反击，而是理解他，共情他，然后在他伤口上撒盐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